重生后变成了一台机甲，而且还是只有空壳没有肉体的那种。但我却凭借强大的战斗意识，多次暗中帮助驾驶员拯救这个被怪兽入侵的世界。然而本应该被誉为英雄的我，此刻却被当作报废机甲供新手训练使用，只因我在最后一次与怪兽战斗的时候被伤及核心，导致机甲的功能大幅度下降。可就在我想着要就此安度晚年的时候，不料这才是我噩梦的开始。只因驾驶我的是一个暴力狂少女，在训练中她从不考虑我的性命，经常导致我的枪管过热。本来我作为机甲是没有痛感的，但由于我的同步装置过于落后，所以为了加强驾驶员与机甲的链接，二者必须进行神经同步，这直接使我在战斗中体会到了幻痛。更奇怪的是，每次白影和我建立神经同步的时候，我都能感受到白影对我有隐隐的恨意。可就在我想着怎样弄清这个问题时，耳边突然传来了维修师的对话声：刑天的动力炉能量转换比越来越低了，估计下次训练后就会永久休眠。听闻我瞬间一惊，什么永久休眠？就在我思考怎么才能不被白影玩坏，我突然发现自己的雷达侦测系统响了。有几个红点正在高速靠近玄色苍穹基地，下一秒整个基地就响起了震耳欲聋的警报声。警告，侦测到在途的能量打击，请立即疏散人群，不然几颗发着蓝光的火球砸穿了机库的天花板，直直向着控制室内的众人袭来。危急关头，我直接伸出手臂，一把将还在空中的火球摁在了墙上，众人瞬间懵了，刑天怎么会自己动起来？紧接着指挥室外就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报告将军，雷达发现母体巨兽利维坦向平流层发射了一轮未知的能量攻击，从方向判定是朝镇海市而来。事发突然，但陈将军仍快速部署了指令，所有人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通知镇海市切断一切非必要能源供给，将能量塔调转至最大功率输送到防御罩上。可刚下达完指令，一名士兵突然满脸惊恐地跑了进来。将军，那些能量体全是二型怪兽和巨核兽。陈将军听闻，脸上瞬间阴云密布，随即决定将前线的战斗机甲调回，但却被告知红色飓风号和突袭者号还需要半小时才能赶回，那就意味着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顶住半小时。只见基地内密集的防空火力正不停地将空中的球体炸成散落肉块，但仍有不少怪兽成功落地破壳而出。那些二型怪兽的体型都在5米左右，与那些动辄几十米的巨兽比起来，即便不出动机甲也能被地面部队配合重火力消灭。而巨核兽则不同，它们是由一群特殊的二型怪兽融合而成，能在短短几秒内快速进化为30米左右的亚巨兽。最棘手的是，它们并不会一开始就以巨核形态登场。时间1分1秒的过去，机库外的炮火声没有丝毫停息，而指挥室中的人们也不停地把将军的最新指令部署下去。这时白影已经换上了紧身作战服，站在了刑天战甲的操纵位上，机甲外是数十根粗壮的线缆，他们正竭尽所能将这具机甲维护到最佳状态。而白影是目前基地内唯一能操纵机甲的人，而我也是目前基地内所剩唯一的机甲。突然一声不属于人类的嘶吼在机库外响彻，那绝不是二型怪兽所能发出的音量，下一秒巨大的钢铁防爆门便被生生扯开一个口，是巨核兽。这时白影焦急地询问机体维护情况如何，维修人员立马回应，动力炉运转峰值只有 60%， 重型机炮填装完毕，机动关节正常，机甲还需要辅助充能10分钟。但此刻机库门外，巨核兽正急不可耐地撕扯着裂隙想要钻进来。见状，白影直接无视了维修人员的话，立马开启了神经同步链接。来吧老东西，让我见识下你当年是怎么成为传奇的。我瞬间无语，那你能不能等老东西充能完毕再出击啊？但当白影与我完成神经同步的那一刻起，我就无法像空舱时那样自由活动，尤其是我的驾驶员白影非常喜欢手动进入过载模式来强行提高机甲性能。就在刑天机甲刚刚挣脱身上的线缆时，一只高达30米的巨核兽已经将机库大门彻底撕开。它虽然比刑天机甲要矮上20米，但要是算体积，这家伙可是与刑天势均力敌。然而刚一见面，白影就直接将火箭推进器的功率开到最大，飞起来对着巨核兽的头就是一拳。不等巨核兽反应，刑天机甲就已经朝着他的下巴打出了第2拳，连吃2拳的巨核兽立刻失去平衡向后方倒去。下一秒，2片巨大刀刃从刑天手腕弹出，然后刑天纵身一跃，对着巨核兽的头部就挥下利刃。然而传来的却是机械警告声，背部装甲受损 32%。原来是刑天的万刃偏了一下，没能切下巨核兽的头颅，反而是机甲的背部受到了巨核兽3条尖尾的刺激。趁着白影还没反应过来，巨核兽的尖尾就发动了第2次袭击。忽然刑天机甲在没有收到白影指令的情况下，自动进入了过载模式。在这一瞬间，白影感觉自己的身体反而被机甲控制。只见刑天腰部转动，回身对着来袭的尖尾就是一刀，巨核兽瞬间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吼叫。就是现在，白影立刻做出决断，他不顾刑天背部插进的那条尖尾，直接在骑乘姿势下启动了火箭推进器，伸出手臂对着巨核兽的头劈了下去，瞬间将其身首分离。随后白影一咬牙，拔出了插在刑天背部的尖尾。刑天从巨核兽的身体上站起，电火花正不断从背部裂开的口子往外冒。疯丫头是真想让我死啊！刚刚要不是我强行夺回了机甲控制权，此刻的刑天机甲怕是已经被拆成废铁了。然而白影这时却向将军邀起了功，但将军却一脸焦急，让其快撤回机库。然而不等陈将军说完，就再次冒出了2只刚刚融合完成的巨核兽。可白影根本没有撤退的意思，反而驾驶刑天摆出了迎战姿态。见状我直接傻了，你是真不把我当人啊？背部的损伤已经降低了刑天的行动速度，动力炉的温度也一直居高不下，并且我现在不能再次贸然抢夺控制权，否则刑天就会因动力炉过载失控自爆解体。就在我进退两难之际，我耳边突然响起了一阵机械声，检测到宿主完成了首次击杀，净化系统已激活，
可用进化点数2万，来不及思考，我必须现在就搞明白进化系统如何运作，不然等白影开着我冲上去，一切就都晚了。紧接着随着一阵数据传入我的脑中，我瞬间明白，只要刑天机甲能够达成击杀，就会获得相应的进化点数，怪物的等级越高，奖励的点数也就越多，而进化点数则可以在商城中兑换奖励，而商城中数量最多的就是机体升级和装备模组，甚至还包含了某些人类目前尚未掌握的技术。不仅如此，商城里还有专门的激魂具象化奖励，可以使宿主以生命体的方式在人间显现，但不是以人类形象。这时聚合兽的咆哮将我的思绪拉回了现实，白影已经操纵刑天朝怪兽们冲了过去。见状，我立马在这最后的几秒冲刺时间，匆匆兑换了2个零件升级、涡轮核动力炉以及封装的全息高智能 AI 交互系统，前者用来提升刑天的机甲性能，而后者则可以让我与驾驶者白影交流。2样零件都是机甲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加起来直接消耗了我16000进化点数。突然系统响起，兑换成功，系统将在10分钟内完成派送。我瞬间愣住了，这尼玛怎么还有配送时间的？无奈这10分钟我只有自己扛过去。紧接着白影操纵着刑天全速冲锋，对着聚合兽的头部挥动了刀刃，但却被聚合兽的利爪完美格挡，同时另一只爪子直冲刑天的胸部袭来，刑天也同样挡住了聚合兽的进攻，双方4拳相对形成僵持。然而聚合兽有尾巴，刑天却没有，3条尖尾对着刑天的头部冲去，下一秒刑天的头部被当场贯穿，不过还好刑天的驾驶舱是在胸口，而白影也抓住聚合兽的攻击空隙，直接将炮口对准了聚合兽冒着绿光的眼睛，随着炽热的火焰喷出，聚合兽发出了惨烈的尖叫，随后白影大喊一声去死吧，刑天双手发力，直接将万刃插进了聚合兽的胸前，没等聚合兽倒下，刑天便后撤一步，挥动万刃砍下了聚合兽的头颅。但战斗还未结束，另一只聚合兽也在此刻冲到了刑天身前，双方已近在咫尺，刑天没有任何周旋空间，只能举起双刃抵在身前。全速冲锋的聚合兽直接用自己垂形的头撞向了刑天机甲的腹部，随即白影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像是被一辆超速的汽车撞上。警告：双臂装甲受损 47%， 腰部装甲受损 83%， 火箭推进器失效。连我也没想到自己8000吨的重量也能被撞得直接飞出去，检测到机体严重受损，请立刻使用逃生舱撤出机甲。可白影却依旧双手强撑着驾驶底座，用尽全力重新站了起来。他绝不允许自己从战场逃离，就是死也要死在机甲里。刑天机甲此刻已是千疮百孔，不远处聚合兽正对着刑天咆哮，准备进行第2次冲锋。这正是我最不想看到的局面，因为目前最有望成功的办法就是在中距离解决掉聚合兽，但刑天机甲根本没有中距离打击对方的手段。这时我突然看向了身旁的怪兽尸体，很快聚合兽便发起了猛烈冲锋。白影做了一个深呼吸，他想赌一把，看自己能不能躲过这个冲锋，并在侧身时用万刃切下对方的头，但他知道这个想法的成功率无限趋近于0。随着双方的距离不断拉近，驾驶舱里忽然响起了白影最不想听到的声音：警告，同步率已下降至 27%， 请立即退出机甲。白影曾在训练中听过不下10次类似的警告，每到此时刑天就会立即强制关闭所有功能，进入安全保护模式，任凭白影再怎么使唤刑天都不会再动。而这正是白影无法上战场的原因。动啊老东西！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在训练中出现的事故竟会在这时重演。白影疯狂地拍打着面前的控制板，然而刑天竟然真的动了，只是没以白影期待的方式动。一股无形的力量拽住了白影的身体，他再一次被机甲挟持了。只见刑天转动身体，迅速冲向了倒在自己身边的聚合兽尸体，抓起其中一条尖尾，一刀切了下来。随即刑天右手死死攥着尖尾，将动力全部推至臂膀，对着冲向自己的聚合兽用力一甩，粗壮有力的尖尾瞬间划过空气，直接将聚合兽的脑袋贯穿。解决完聚合兽后，我拖着自己残破的身躯，一步步走向机库。刑天的机体已经濒临极限，如果不立刻接受改造，不出2小时就会变成一堆废体。与此同时，驾驶舱内，白影看着控制面板上通体赤红的机体概况，突然感觉如鲠在喉。然而就在一人一机走到机库门口时，二者身后的海洋却再次传来了异动，检测到未知能量波动，能量等级4。系统声音是从白影的通讯设备中传出的，只听陈将军一声怒吼：白影，我命令你现在就从机甲中撤离，有一只我们从没见过的4级怪兽正在融合。沉默半晌，白影愤怒地说：你休想！换作是其他人说这话，或许白影还不会这么抗拒，但唯独陈将军的命令听起来是那么刺耳。这是命令！白影直接切断了自己与指挥室的通讯。他知道现在能阻止这只怪兽只有自己和刑天。他成为铁玉的初衷就是为了保护那些面对怪兽无法反抗的人，哪怕他会因此阵亡。只见10几只浑身发着绿光的2型怪兽正在近海处融合，但这一过程并不像普通的聚合兽那样能在数秒完成，就像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打扰一般。融合体的身边也钻出了好几只新的聚合兽。看着自己的配送3分钟的倒计时，我露出了狂笑。警告：神经同步链接已断开。刑天一把撕开了自己驾驶舱外的装甲，将白影直接从操作位上揽了出来。白影甚至都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等他回过神来，自己已经被刑天放进了空荡的机库，这怎么可能？而在安全层的指挥室，众人也都看到了这不可思议的一幕，而陈将军更是望着刑天在夕阳下巨大的背影，久久沉默。随后我一步步朝着近海处走去，那些刻在刑天机甲深处的记忆也不断在我眼前浮现。我看见城市被怪兽踏平，数百万人一夜死去，我看见机甲与怪兽厮杀，有人永远留在了舱里。机甲被制造出来的意义是什么？恍惚之间，我仿佛听到了来自刑天的质问。突然几个巨大的冷却罐从刑天的机体上掉了下来，原本透明的玻璃早已被蒸汽模糊。警告：动力炉已超过额定最大
大功率，机体正在溶解，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合金装甲正因高温扭曲变形，失去限制的动力炉此刻就像即将爆炸的太阳，发了疯的将满溢的能量向机体中浇灌。但在我身后的是摇摇欲坠的城市，是岌岌可危的防线，是千千万万需要被守护的人。战斗直到最后一刻，不知这是刑天的想法还是我自己的念头，但此刻我们已经合二为一。刑天加快了脚步，哪怕这具残躯正在熊熊燃烧，我依然能感应到那股在机体中横冲直撞的澎湃能量。战场才是机甲唯一的归宿。刑天开始全速前进，奔腾的热浪沿着金属缝隙在机体间流淌。在这一瞬间，刑天仿佛再次回到了10年前。来吧！在怪兽们层层交叠的嘶吼中，刑天不顾一切地冲向了那个耀眼的融合体。一头强壮的巨核兽直接朝刑天发起了冲锋，而我直接选择了用拳头来回应。一台平平无奇的训练机甲，竟成为了整座城市的守护神。只因我重生成机甲，不仅觉醒出了战斗意识，还可以通过击杀怪兽不断进化。但此刻我在面对初级怪兽的攻击却无力招架，只因驾驶我的是一个暴力狂少女，打起怪来根本不计后果，这导致我直接重伤进入了超载状态。于是为了不再让它影响我直接一把将它从驾驶舱中拽了出来，决定独自阻止即将融合成功的4级怪兽。同时这也是刑天机甲自身的意志，为保护身后千千万万的人类不再受到伤害。很快在面对7只巨核怪的阻拦，我直接弹出刀刃，一把插进了巨核兽坚硬的头骨中，然后一拳将怪兽的脸砸成了肉泥。但同时系统也警告我，腕部装甲受损 31%。紧接着6条粗壮的尖尾直接扑面而来，径直朝着刑天的胸部刺去。只见刑天张开双臂，死死抓住了其中2条尖尾，但剩余的4条已然陷进了刑天的装甲中。可刑天并未因此倒下，反而双手发力，直接用自己狂暴的力量和机体表面附带的高温生生将2条尖尾撕断。紧接着刑天双臂一挥，就用万刃切下了胸前4条尖尾。警告：胸部装甲受损 67%。但我早已不在乎这些警告，此刻我已经与刑天合二为一，直至战到最后一刻。随着刑天将嵌入装甲的尖尾扯出，那2只失去尖尾的巨核兽也陷入了疯狂，同时朝着刑天行进的方向发起了冲锋。就在刑天想要闪身躲避时，系统再次发来警告：动力炉已崩毁，机体预计将在5分43秒后溶解。尽管那澎湃的动力即将让我燃烧殆尽，但我从未感觉自己如此轻易。就在2头巨核兽将要撞上刑天之时，刑天竟选择了正面硬刚，下一秒被高温融化到弯曲的刀刃划过了2只巨兽的颈，切出了2道长达数十米的口。紧接着刑天翻滚落地，身上的所剩无几的防护装甲也在这一次震荡中全部脱落。算上刚刚背部受伤的2个，已有整整6只巨核兽将刑天前后包围。可刑天毫无畏惧，反而朝着最近的2只巨核兽冲了上去。此刻我仿佛感觉自己再一次拥有了肉身。2只巨核兽的利爪尚未触及刑天，他们的头便已被一双燃烧的钢铁巨手握住。随着刑天双臂发力，10根指头已经挖进了巨核兽的肉中，生生将2只巨兽的头撞在了一起。下一秒，刑天立刻转身，用扭曲的万刃划过了想要偷袭自己的巨核兽，直接一刀将巨核兽的头颅斩断。但刀身也永远留在了巨核兽的脑袋里。警告：左臂斩杀者万刃已损毁。可就在这时，剩余的3只巨核兽竟一起冲了上来，哪怕刑天用手护住了自己的腰部，也还是遭到了重创。警告：腰部装甲已损毁，左臂机甲受损 81%， 肌肉感应单元未响应，正在重启链接。我瞬间明白自己的上肢与下身已经到了藕断丝连的地步，左臂也只剩下孤零零的金属骨架。但我可不是什么电子系统，而是有意识的灵魂，只要刑天的动力炉还在运转，我就仍能支配这具钢铁之躯。突然，刑天紧紧抓住了正前方那只巨核兽的头颅，狠狠用膝盖顶了上去，配合上几近融化的高温金属，直接将他的下颚撞成了一滩肉泥。警告：胸部机甲已损毁。只见几条尖尾贯穿了刑天的背部，甚至其中一条已经钻进了刑天失控的动力炉中。眨眼间的功夫，那条尖尾便已在暴走的动力炉中彻底融化。刑天右臂的万刃也已经融化了2/3，只能再承受住一次进攻，还不是时候。下一秒，刑天忽然紧紧拽住了一条贯穿自己的尖尾，不断将其从自己的胸前越扯越长。我能感觉到体内的力量正在飞速消退，那是动力炉即将熄灭的前兆。紧接着我发出了无声的怒吼，只见刑天抓着那条尖尾的尾刺扎进了其中一只巨核兽的脑袋里。随后刑天不顾身上的损伤，直接用自己的双臂抱住了最后一只巨核兽的脖子，双手各自掰住了他的下巴与上颚。巨核兽见状立马使用利爪，疯狂撕扯着刑天身上所有的金属部件，但这并没能让扼住他脑袋的双手松开一丝一毫。去死吧！刑天用力一扯，直接将巨核兽的脑袋分成了2半，同时这也榨干了动力炉中的最后能量。7只巨核兽已在刑天面前全部倒下，只剩下那只还在生长的融合体。系统的警告早已因电力不足而失声，动力炉内最后一丝光亮也正在熄灭。在我模糊的视线中，那只新型融合兽即将完成孵化，那是一只比我还要高出20米的巨兽。如果让它顺利孵化，那一切都完了。然而刑天虽有心想要阻止，但他的机体已经开始溃散，动力炉也已经熄灭。此刻的刑天全凭融化着自己躯干的剩余能量前行。机库内狂暴少女白影跪坐在地，眼眶湿润的看着刑天孤单的背影一步步走到融合体前，战斗直到最后一刻。
但刑天的万刃终究还是停在了融合体的身前，不再动弹。他用尽了自身的最后一丝能量，此刻刑天就像一尊巨像，永远定格在了那一刻。这时士兵突然报告，将军，有不明物体正在穿过大气层向机库附近降落。陈将军瞬间收起了所有情绪，将视线转向了监控画面。随着一声响彻天际的音爆后，一个黑色的巨大立方体落在了地面。有生命和能量特征吗？没有，那就先盯着新的融合怪兽。陈将军当机立断，调配出近海区一半的火力，准备朝融合体开火。可是刑天没有可是，陈将军知道这么做会波及到刑天机甲，但他别无选择。突然不远处，两个高大的身影正高速从远海处靠近融合体，是红色飓风和突袭者。只见9枚金乌裂变式导弹从红色飓风胸前的矩阵中发射，直直轰向了融合兽。一阵浓烟过后，融合兽拖着自己残破的右前肢，朝两具机甲怒吼。其庞大的体型令指挥室的众人为之一振，他强行中断了自己的孵化过程来抵抗刚才的导弹矩阵。陈将军见状，直接命令红色飓风和突袭者全速接近目标发动进攻。短短数秒，红色飓风便如同彗星一般冲向了融合兽。这时红色飓风的驾驶员孟长青笑道，军哥，这头发育不健全的新品种就不劳你们出手了。眨眼间红色飓风就来到了融合兽的身前，对着他硕大的头颅就是一拳。融合兽瞬间后退数步，将已经停止运作的刑天撞进了海中。他的脸上已然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口。别倒啊，我还没发力呢。红色飓风的巨拳开始变形，露出了装甲下缠绕着电流的涡轮变速器。武当蓄力，送给你的出生礼物。孟长青在驾驶舱内狠狠挥出了这一记百拳，红色的巨拳带着迸发的电流直直轰向了融合兽的头，而后者直接就被轰飞了出去。此时全速前进的突袭者终于来到了红色飓风的身边，二者都望向了融合兽倒下的方向。军哥，你来晚一步。突袭者没做回应，几个大步冲到了倒下的融合兽身边，将其从海中拽了起来。随后突袭者驾驶员之一的刘振轩终于开口道，确实没有生命体征了。见状，将军立马下令通知所有地面部队停止一切交火，前往最近的地下避难设施等待进一步指令，只留下红色飓风清理高墙内所有2型怪兽，而突袭者先负责打捞刑天和那个从天而降的神秘物品，然后再加入战斗。很快红色飓风的手臂就便形成了可以连发的电磁能量炮，轰杀着成堆的2型怪兽。与此同时，漫天的蓝色火雨也逐渐停息，这意味着怪兽的数量不会增加。半小时后，玄色苍穹机库内，战斗已经结束，除了那些需要进行战后维护的人，剩余的人都聚集在此处。刑天的残躯与神秘的立方体一同放在这里，除了少部分研究人员围绕着黑色的立方体，剩下的大多数人都站在刑天的躯体前。白影则一个人趴在了刑天的驾驶舱旁，神色落寞。陈将军意味深长地将目光从刑天身上移开，转而走向了正在激烈讨论的人群。怎么样，讨论出什么结果了吗？从未见过的材质，工艺精度也超过了我的认知水准。随即陈将军说道，能联系到空间站确定它的来源吗？毕竟是天上掉下来的，已经问过了，他们说是从伊甸园投放下来。陈将军听闻沉思片刻，他知道那是个被星环联盟在前2个月才送上近地轨道的实验性无人太空城，但由于守望者联盟与星环联盟是死对头，所以一时间陈将军也弄不清楚这到底是雪中送炭还是落井下石。然而这时科研人员却说，我觉得这个立方体不是人类能造出来的东西。此话一出，整个机库都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不是众人不相信他说的话，而是因为目前人类所知道的异族就只有从海里钻出来的怪兽。所有人看向立方体的眼神都诡异了起来，仿佛这个黑色柱体是某个足以毁灭世界的潘多拉魔盒。这时原本一言不发的白银打破了机库内的沉默，你们对着一个破柱子都能研究这么久，怎么不想想如何修复刑天？没人知道这段时间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煎熬。如果10年前刑天就能这么做的话，他也不会报复性的使用着刑天，但依旧没有人回应他。白影的情绪逐渐爆发，刑天从被你们捞回来就一直躺在这，然而科学家却解释说，白小姐，我觉得立方体的优先级比刑天高。白影瞬间暴怒，在场的所有人，谁的命不是刑天给的？然而这时却出现了一道反驳的声音，我的命，我哥的命和2个军哥的命都不是刑天给的。只见说话的人是孟长青，别以为谁都会迁就着你这个小疯子，现在不是给这具老古董开追悼会的时候。随即陈将军一声怒喝，安静！白影，你现在就回宿舍休息。听闻白影怒吼，你最没有资格说这话，你对得起刑天吗？要是当初……可吼到一半，白影却突然哽咽。陈将军没有回应，只是表情严肃地盯着情绪失控的白影。这时一位面带皱纹的中年人走到了刑天身边，孩子，刑天已经没有修理的必要了，他是刑天的维修技师老于，从刑天出场的那一刻起，就一直跟着刑天四处征战，替这个巨人缝合伤口。转眼10年过去，他深知现在不比以前，把拿来修复刑天的钱去买一台新机甲才是最好的选择。但白影却依旧固执的不同意。终于沉默良久的陈将军忽然开口，基地还有刑天的备用零件吗？老于苦笑道，还有一套，但都是老家伙，那就拿出来给刑天换上吧。要是还缺什么零件，就列个清单报给我。陈将军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毕竟这对于预算吃紧的玄色苍穹基地来说是一种浪费，但陈将军却坚定地说，我们需要英雄。很快众人纷纷决定修复刑天，但此刻他们还是把注意力重新放到了立方体上。就在科学家准备将它报告给上级时，白影却出声打断了他们，这东西跟刑天有关。只见白影伸出手来，掌中握着的是一根刑天已经断裂的支撑柱。你在发什么疯呢？孟长青实在受不了白影荒唐的说法，这立方体上又没刻刑天的名字，你哪只眼睛看
看到它和刑天有关，但白影没有说谎。就在他刚才捡起了这根断裂的支撑柱时，他的手心便传来了一阵磁铁般微弱的引力，而引力的来源正是立方体。白影没有搭理孟长青，而是径直走到了离立方体2米的位置。整个过程中，白影手中的支撑柱也越来越不安分。就在白影松手的那一刻，断裂的支撑柱便如吸铁石般直直飞向了立方体。下一秒，黑色的立方体突然冒出了蓝光，原本没有一丝缝隙的神秘材质竟开始向两侧分离开来，然后就崩解成了无数细如尘埃的小型几何体，径直扑进了刑天空洞的胸前。眨眼间，一个黑色的巨大球体就在刑天胸部的空隙中形成，将球体与刑天的残躯拼接在了一起。整个过程不到10秒。这时老于突然发出一声惊呼：“这不是动力炉的形状吗？”陈将军见状，表情瞬间变得极为严肃：“老于，维修计划先暂停一下。如果这座动力炉是寄生在刑天身上的东西，那后果将不堪设想。”老于听闻十分焦急：“那我们该怎么做？”暂时先把刑天吊起来，试试看能不能把动力炉分离。如果分离成功，那就让刑天远离这个鬼东西，然后立刻着手开始维修，别再让这东西有任何可乘之机。是。老于恭恭敬敬地朝陈将军敬了个礼，紧接着陈将军转头看向了白影，一股强大的气场立刻展开。战场抗命，你想过后果吗？白影则毫不畏惧地迎上了将军的眼神。我愿意接受惩罚，但我不后悔自己的决定。随即陈将军摇了摇头，你以为自己救了所有人，但这不是你抗命的理由。固执不是坚定，鲁莽不是勇敢，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而你很明显还没有理解这一点。听闻白影极为不甘地盯着陈将军，一字一顿地回道：“你是天生的军人，我不是。”当白影说出这句话时，陈将军的眼底闪过了转瞬即逝的悲伤。白影，我暂时剥夺你铁玉的身份，罚你在禁闭室面壁思过1周。如果你到时的态度还和现在一样，那你的名字将被从玄色苍穹的军团成员中移除。听明白了吗？白影咬牙回答：“明白了。”紧接着众人便原地解散。可就在陈将军准备转身离去时，一只略显娇小的手突然拽住了他的衣角。我只有一个要求。白影低着头，白色的长发遮住了他那双红色眼睛。陈将军闭上眼睛，缓缓开口道：“什么要求？答应我，一定要修好刑天，我保证。”然而殊不知他们的修复手段会给刑天带来毁灭性的伤害。曾孤身拯救过人类的传奇机甲，不仅不被世人信仰，反而还要被科学家残忍肢解。只因刑天机甲体内拥有着外星科技，而玄色苍穹基地的科研人员为了掌握刑天胸口的动力炉技术，直接丧心病狂地用锁链将刑天悬挂起来，然后使用红色飓风的泰阿热能组合键对刑天的胸口进行切割。随着科研人员一声令下，那燃烧的巨剑慢慢刺向了刑天身前的黑色动力炉。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在接触的瞬间竟没有发出一丝声响，甚至就连火花也没有。见状，红色飓风的驾驶员孟长青立马加大了功率，红色飓风瞬间改换成了双手握剑，手臂的装甲开始变形，露出了隐藏在肘部关节的电加速能量喷射口，而那金色的巨剑陡然变成了深橘色。此时剑身的温度甚至能与机甲过载时的动力炉相提并论。不行，停下！控制台内，克里斯博士摘下了自己的眼镜。即便红色飓风已经在安全条件内将功率开到了最大，但泰阿那锋利的剑锋仍然无法刺进黑色外壳一丝一毫。这么做是在浪费时间。在克里斯身旁，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士也跟着叹了口气。红色飓风立刻将泰阿从动力炉的外壳上移开。这时红色飓风的驾驶员突然要求对刑天的装甲部分进行热切割，还冠冕堂皇地说不是打算毁掉刑天，只是怀疑外星物质到底在刑天的躯体内蔓延到了什么程度。孟长空的眼睛死死盯着面前的全息面板，上面正显示着扫描仪对刑天残躯的分析数据，其结果显示刑天残躯的人造合金成分明显降低，而这就意味着黑色动力炉的融合已经相当深入。在得到批准后，红色飓风再一次双手举起泰阿，只不过这次对准的是动力炉偏上的位置，从人体角度来讲是心脏的位置。这一次炙热的剑锋刺进了装甲内部，孟长青立马露出了笑容，但就在他刚想说些什么时，脸上的笑容却僵住了。只见泰阿所能刺进的深度竟然只有区50公分。见状，他立刻拔出了泰阿，转而向刑天最边缘的肩部和腰部刺去，但得到的结果并未有太大区别，分别是80公分和85公分。孟长青见状苦笑一声，看来我们动手的时机有些晚了，要不是那个小疯子非要拿着个破支撑柱去碰瓷外星立方体，现在咱们根本就没这事。然而这时博士却突然说道：“联系陈将军吧。”执行方案 B， 点燃动力炉，直接在刑天的身体上研究。10分钟后，陈将军便带着人一同来到了控制台内，并且还向博士解释说，刑天是老型号的定制机甲，当时的设计还不成熟，必须人工连接机甲系统，用电打火的方式启动核动力炉。说完，数十根线缆就已经接在了刑天的残躯上。在一切准备就绪后，直接拉下了用于启动点火程序的拉杆。原本暗淡无光的线缆立马泛起了白光，将跃动的电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刑天的残躯之中。机械转动的声音逐渐响起，黑色的动力炉开始升温，刑天胸前的涡轮也缓缓转动了起来。点火成功，动力炉功率上升中。控制台内，屏幕上的功率数字正在飞速跃升，检测到未知的程序入侵，紧急熔断已启动。就在众人以为一切进行顺利时，系统忽然发出了警告，快中断和刑天的连接。博士立刻发现了问题，技术人员马上打开了控制面板。可就在这时，控制室内所有的显示屏都变成了一片雪花，警告熔断程序已终止。而窗外运转的动力炉功率还在不断攀升，转动的涡轮如同海面上的漩涡，贪婪地吞噬着线缆中的能量。
能量。紧急关头，陈将军看见了刑天胸口隐隐有白光闪烁，那是刑天的备用视觉模组。他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了刑天自主行动时的画面。难道刑天是活的？为了印证他心中的猜想，陈将军直接让人把刑天的驾驶员白影带了过来。刚一进门，白影便直扑向了观察窗。此时的刑天虽然仍是那副残破的模样，但他胸口的动力炉正在全速运转。你们对他做了什么？这是白影最不想看见的一幕。冷静，陈将军不打算让白影继续说下去，给他解释一下现在的情况。一旁的技术人员焦急地概述了起来。刑天在动力炉点火过程中出现了位置错误，导致玄色苍穹的主控系统被入侵。现在整个基地的电能都在朝刑天身上的动力炉汇聚。再这样下去，玄色苍穹的电力系统不到半小时就会崩溃。一旦电力系统崩溃，覆盖基地的全自动数控火炮就会全部宕机，而且我们的部分电力管道与镇海市相连接，刑天很有可能顺着管道继续抽取镇海市的电力。那为什么不把线缆拔掉？白影不理解自己能帮上什么忙，但一听到刑天竟然在汲取能源，他心里反而松了一口气。拔不掉，刑天把线缆改造成了和动力炉一样的材质，就是拿热切键都砍不断。我能做什么？面对白影的质问，技术人员却突然犹豫了起来。现在基地的总控系统已被全面干扰，我们无法用数控手段更改电路，也没法在短时间内人工切断供电。从系统崩溃前最后回传的日志来看，入侵信号就来自刑天，我们需要有人和他建立神经同步，从内部解决问题，而你是最好的人选。没问题，白影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了下来。然而技术人员却突然开口，这不是简单的神经同步，刑天根本没有智能系统，但入侵信号却是从他身上发出来的，这说明那个动力炉有问题，他可能是具有自我意识的。所以呢，白影的反应平静到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你以为只有这一个危险吗？现在系统失控，你和刑天建立神经同步时根本没有任何安全协议保护。刑天已经是一具残躯了，他的系统目前正处于崩溃状态。一旦你与他建立神经同步，你的精神可能永远被困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幻境中，永远迷失，也就是脑死亡。技术人员仍然在不停地给白影讲述其中的危险，但他却发现白影根本不为所。而这时陈将军见两人的对话已经结束了，马上叫守卫打开了白影手上的镣铐。在所有人的注视下，白影义无反顾地坐到了椅子上，拿起了平时只有训练时才会用到的头盔。在白影戴上头盔前，他突然朝年轻的技术人员笑了笑，谢谢你，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想提前看天道机甲的宝子们，可点击左下角下载 QQ 阅读，然后搜索天道机甲，出来的第一个就是